大家好，我是大宇，欢迎收看我的直播，追踪每日新闻，请您订阅我这个新频道大宇判惊奇。那么4月28号 X 平台呢有一位博主老登啊，大家可能也都看过他自媒体，非常优秀的自媒体人，他呢推出了一个推文，里面呢提到有2位中国的华南理工的教授写了一篇反共檄文，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副标题呢是呼吁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学生们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与自由。那我看海外媒体看中国呀引用了相关的推文做了一个报道。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在这个2个人呢在文章里写了很多，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长相哈，是这2位哈。那么首先呢，他们说，亲爱的中国同胞们，尤其正在求学的青年学子们，我们是华南理工大学的这个教授。那其中第一位啊，他先说说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林颖，那么也是这个14亿中国人之一啊。当然，现在中国有没有14亿人，这是个问题哈。他说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沉沦跟压迫。40多年来，中共通过不断强化专制政权，他应该指的是改开之后说彻底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在党权的掌控下失去独立性，权力的集中过度，人民的自由被剥夺，民众的呼声被压制，独裁的政权正在逼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那他说呢，今天他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是时候站出来反对这个压迫我们、剥夺我们人权的政权，争取民主与自由。那檄文中呢还指出习近平连任一党专政的无尽延续，提到了近期的事件，那比如说民众困苦与压迫的加剧，还提到了清零政策跟民众的愤怒，比如还有996工作制、青年失业的困境等等。那其中提到了甚至有1989年的事件，说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痛苦的一段历史。当然了，比这痛苦的我想还有因为中共这个在89年之后也是做了很多坏事儿。那继续讲说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让年轻一代几乎无人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甚至社交网络上的讨论都是被严格审查的，任何提及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都面临着删帖和封禁。他说呢，对意见的打压跟学生的沉默，这是个问题。他举例说呢，在2020年，南京大学的李海鹏教授因为其公开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而被开除，成了一个典型案例。他因此呢呼吁同学们说，大学生们是你们站出来的时候，那么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社会变革的先锋今天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独裁，而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法律虚无、人民痛苦的局面。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行动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如果你们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的你们将成为另一个历史的受害者，而现在是你们发出声音的时候了。那他说他们要诉求民主、自由跟人权，要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恢复言论自由，保障新闻自由，改善民生，还有建立公平社会，建立法治社会，保障人权。那檄文最后写道说，亲爱的大学生们你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中国的未来发声，要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国度，而是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正的社会。最后他们写了一句说，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族奋起而战。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教授呢，一个叫林颖他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韩双燕，他是林颖的助理，他也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的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院里面工作他是院长助理。2个人呢，你看这个反共檄文里边呢有他们的签名，还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章甚至在他们的这个姓名和落款下边呢有他们各自的身份证号。现在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第一点就是要看这个消息它的来源是否特别的可靠。
那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华南理工大学的他们的网页，我刚才特意去查了一下，如果说这两位教授真的发出这样的檄文，而且呢，现在是美东时间的4月29号，那中国那边呢已经是29号的晚上了。这个檄文的发出呢，我在推特上也发出了一段时间了。那中国那边呢，应该是有所反应，因为中共一直是紧盯着海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待中共的这个态度上，中共是非常敏感，反应的其实非常及时哈。你如果对中国民众的疾苦反应的这么快，你也就不至于现在落到这么糟糕的境地了。但是他们对任何反中共的言论特别的敏感，反应很急。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华南理工大学，如果说这两个教授他们因为发表了这样的檄文，很可能按照惯例呢，他们的资料会在华南理工的网站上被拿掉。可是我们刚刚啊，在我直播前的半个小时，我刚去查证了一下，这两个人的信息还挂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官网上，可以公开搜索得到。一个是林颖啊，你看他的研究方向是微生物组学、发酵工程、生物催化及酶工程。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助理，就是韩双燕，他呢研究方向是合成生物学、酶工程、发酵工程还有食品安全。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博士生导师，在他们的行业里呢都是精英。那如果两个人发表这样的檄文，像我刚才说的，按照惯例呢，他们的个人身份很可能在这个大学的网站上就被拿掉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呢，还存在在那里，所以呢，这个事情到底是否真实，他的这个发出的公开信是否真的就是这两位啊他们写的，还是别人用他们的名义发表的？那么这是一个问号。可是问题在于说呢，现在虽然说他们的信息在网站上挂着，可是如果说有人假借他们的名义发表这样的檄文，可是为什么啊？我们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其实并不知名，在海外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个人。中国的教授也很多，那为什么不是别的教授？不是政治学教授，不是法律学教授，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北大、清华，或者是上海某个学校的这样的教授，而在广州的华南理工研究生物学的这两位女性，还不是男性？为什么是假借他们的名义发呢？这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体制内有人，比如说他们的仇人啊，这两个人可能得罪什么人了，那要把这两个人拿下，那这个是恰恰是最没有效果的办法。你假托一个不反共的人啊，去海外发表他们的檄文反共，很简单，这两个人只要在体制内表态一下，说这个不是我写的，再表态一下拥护，那可能这两个人就没事了，很简单。我想呢，当局也不会去追究这两个人，因为毕竟这两个人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他们有教授，还是教授的头衔，还是博士生的导师，所以他们只要澄清一下，当局应该不会特别为难他们，而反而呢会去追查这个信是谁假托他们的名义发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理由不成立，就不太可能是有人去假托这两个人的名义去发这样的檄文。那问题就来了，难道是这两个人自己亲自发出来的吗？那如果是这两个人亲自发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两个人的他们的个人的 profile 还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挂着？他应该被拿下来或者被封杀才对，对吧？但现在为止还没有拿下来。那么有一种解释呢，可能是也许是真的这两个人发的，但是呢，像成都过街天桥的那3条这个条幅一样，它是反共条幅，但是呢，因为维稳机制现在呢也是有点瘫痪了，很多在这个维稳机制里工作的人对中共同样是怀有很大的敌意，因此呢，他们就是比较怠慢比较躺平，不愿意给中共干这些脏活了。所以呢，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在网上这两个人的信息还没有被拿掉，这是可能性之一。可能性之二，这两个人背后可能有后台做好事儿当然也可能是有后台的，后面可能有某个政治人物是他们在背后的指导者让他们做这个事儿。但这个呢可能性也很低，因为中共的高层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某个人有真正有这样的意愿和勇气能够公开出来反对中共，因为这一查就查到了谁是他们的后台，谁让他们写的，这一查就查到了，很容易。所以呢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高层的如果某个元老或者谁想做这个事儿，为什么要通过这两个不知名的教授来做呢？你可以通过某个知名的人士来发出这样的檄文，对吧？或者你不用发这檄文，你在幕后悄悄的做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公开声称反对中共体制。
那这个所谓的像他们的题目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一燎到你们自己很多身边的这个人怎么办？因为你这个他会考虑很多因素的，对，即使反共，他们也会想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未必是以自下而上的。既然你自己高层有这个意愿，你就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了，没必要从下而上。所以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第二个可能性呢是有，但是就是背后有人让他们这么做，但是有这可能性，但可能性很低，可能就2%吧，啊，可能2%的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大概有20%，就刚才说的维稳机制反应缓慢啊，里边有人躺平，不愿意玩活，所以呢，导致这两个人的信息还在官网上挂着，这是有20%的可能性。那么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能是说这两个人呢是发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到现在他们的信息还没有在网上被封杀。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呢，现在的各种理据还不充分，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这个檄文就是这两个教授发的，所以我们还要观察，等待更多的证据浮现，才能说 OK， 这个事儿是这两个人做的。所以现在呢，没有结论啊，没有结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他们写的内容可是正面的，可确实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这个内容呢，他讲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族奋起而战。要让大学生们啊发出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啊，比较正面的呼吁。当然了，大学生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是你个别人想做什么事儿，你可以低调的做。当然，最好的就是不只是大学生啊，全社会都站起来反对这个政党，他其实抓不过来，对吧？而且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大家呢会起来，很多人会反对中共的这个独裁，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两个事儿，一个是关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加拿大的选举。那这个加拿大选举比较重要哈，现在我看很多朋友也在讨论。那在讲加拿大选举之前呢，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关税的一个人的分析。这个人呢，我以前采访过他，他是在美国的一个教授，一个政治学者，他叫张家敦啊。那么他现在呢是美国的 Gaston Institute， 就是盖特斯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周一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他就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张家敦他的样子哈，这样大家就能对得上了。那么他在周一的时候对福克斯新闻说，当中共因为不向美国出售商品而需要朋友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呢，他为了反对美国，那现在呢需要拉帮结派。以前他得罪的人，可能现在都要拉过来当朋友，一起反对美国，他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呢，这个张家敦就讲，中共不遗余力的跟菲律宾、跟台湾、跟韩国、跟澳大利亚，他在这个想跟他们交际嘛。但是同时呢，在这之前，中共又在极力的跟这4个国家对抗。所以张家敦认为，中共这个行为是灾难性的。你现在需要他们了，想拉他们，但是呢，你同时呢又在得罪他们，你到底想干什么呢？所以呢，张家敦就说呢，这非常令人费解的行为，表明北京现在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张家敦说的，因为他们既要也要啊，既要跟这个菲律宾、台湾、韩国，当然了，他不会拉拢台湾了，但是呢，他希望跟其他国家达成这样的一致对抗美国的意愿哈。他就认为你又跟澳大利亚，其实还有别的国家，他其实他也都知道，但他没提，比如说越南呐、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中共可能都想拉拢啊，建立一个反美联盟。可是他同时呢，让这些国家都非常不满。前2天啊，新加坡第一夫人何晶，她公开转了批评习近平还有批评中共的文章，2个都转了。那就非常明确地讲到，就是你在得罪这些东南亚国家，但是呢，你现在又要拉拢他们，非常可笑。而且呢，在何晶眼里面，中共对抗美国的行为是必败的。他转发那个文章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因此呢，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就如此亲共的新加坡，他都能表达这样的意愿，就可见中共现在所做的事儿多么的糟糕。那么张家敦所表达的意思跟何晶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呢，中共行为非常费解啊，既要也要，表明北京现在呀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2个非常。那么张家敦继续说，这是政权终结的行为，就中共这找死呢啊，翻译过来就是这种行为找死。说呢，中共不能表现出对美国屈服的样子，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也是他的一个
他自己改变不了的一个在灭亡快车上越走越远的一个没有刹车的一个表现，是吧？那么中共最近呢，跟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其实是进一步加剧的，他还想拉拢这些国家，但是呢，他跟菲律宾在南海却一再的出现问题。就在4月25号，中共的海警呢又登上了有争议的叫做铁线礁的这么样一个区域啊，然后呢展示了中共血旗，宣示主权，声称呢在此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的管辖权。当然呢，你声称主权呢，这个很多中国人啊，我说的是中国人哈，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中国人也希望自己的这个主权能够得到宣示。但是呢，如果换一个别的政权，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他会谈判呢，会用各种比较国际能够认可接受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处处得罪，然后呢，在南海上还要用暴力的方式宣示主权，这样让国际社会呢就会觉得，因为你是一层一层加码，你的反社会行为，我指的国际社会反国际社会的行为，还有这种你要说是中共如果是一个个人的话，他具备这样的反社会倾向暴力倾向家暴倾向，还有这种人格分裂的倾向都有。其实呢，如果个人的话就可以这么评价，其实对政权来讲呢，它就是这样的。因此呢，你在南海的这种种行为呢，你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你可以宣示主权，但是呢，你不能用这样的很多时候以国际社会对抗的方式。而且呢，跟美国来讲呢，中共在南海的行为，你对吧？你要跟美国对抗，你要拉拢这些国家，然后你继续加重这样的分裂。那这不就是人格分裂吗？那张家敦说的没问题啊，这是令人非常费解的行为。所以呢，菲律宾在看到中国做出这样的做法之后呢，马上派人到铁线礁。那么在4月27号呢，又拍下画面展示菲律宾国旗。那这反过来讲，中共的宣示主权，那完全就是为了宣传，你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你宣示主权的目的，对吧？这也是你对内对外你都不得好。当然，你对内呢，你可能不会去报道菲律宾展示国旗的画面，但是实质上你没有真正的捍卫主权，对吧？你只不过是到那儿拍个照，用于大内宣，既得罪了国际，国内呢，大家很多人会翻墙的一样会看到这个真相的，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的捍卫中国主权，对吧？所以对内对外你都不得好，都没法讨好。那中共做了一个最差的买卖。那除此之外呢，中共对韩国也一样。那无视韩国的抗议，在中国跟朝鲜半岛之间的黄海设置了一段钢结构的一些这样的设施。那么韩国呢就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一个对抗行为，对吧？在4月21号，韩国就说，韩国政府本着捍卫海洋主权的立场，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应对。那中共的这个政治体系呢，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体系，它对外呢都是让人非常反感。那么张家敦就认为呢，中共一直声称自己已经超越美国了，因此呢，他不能对内表现出要依赖美国的态度包括关税上，包括贸易上，他不能表现出自己依赖美国，这样他就输了。所以呢，张家敦说呢，当然呢，中共也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压力下跟美国对话。所以呢，他虽然呢在实际的生活中一直在跟川普通话，但是呢，却对外否认跟川普进行了关税谈判，也没有肯定和否定是不是真的跟川普通话了。但美国这边很公开他一直讲中国那边给美国打电话，说明确实有这个事情确实存在，只不过呢，中共是不承认。而且呢，北京最近是偷偷的免除了部分美国关键产品的进口关税。我之前呢跟大家报道过，像这个4月25号，大陆财经杂志就爆料，至少8种美国制造的芯片的关税已经降到了0。那这篇文章后来删除了，那肯定是政治需要，但这个事儿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已经有中国的进口商跟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证实，某些芯片呢现在已经免关税了。那路透社呢就接着讲，说中共的商务部的一个工作组呢正在收集可能可以免除关税的名单，所以这方面呢他们都在做。对中共不正式的宣布对美国部分的关税的豁免，那张家敦就说呢，中共政权不能承认自己无力对抗美国。其实呢，像美国的这些专家呀，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也都能了解到，就是中共的它的窘境，是吧？那接下来看，我给大家已经在找照片了哈，就是加拿大选举的，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一下加拿大选举。现在呢，关税这部分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哈。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呢，在关税上，在美国学者张家敦看来，中共他的行为让人费解。他拉拢其他国家对抗美国的行为是既要也要的行为，他既要跟这些国家算账，又要跟美国算账，所以你就不会真正的得到盟友。那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下，中共第一不敢承认跟美国谈判，第二他不敢承认自己降低了某些进口产品的关税。这两种懦夫行为虽然中共自己不会宣传，但是呢，外界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共已经在眨眼睛了。所以呢，这符合外界的预期。因此呢，这一系列的行为只能画一个等号，就是呢，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北京确实像张家敦所说的，出现了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问题。OK， 那么现在呢，先插入一段广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加拿大的选举OK， 今天跟您分享普瑞堂选宝黑参口服液，它能够抗肿瘤、降血糖、防血栓，有效补充元气，极大增强免疫力。观众好评非常多，有人讲自己服用黑参口服液之后，第一天就有效果，感到精力充沛，疲劳感减少，不那么容易累了，睡眠质量也变好了。也有观众说呢，产品售后服务好，买完之后很满意，还要买给父母。您现在就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购买，使用我的优惠码 DY2023 可以得到全球免费邮寄。网站上除了口服液，还有黑参原参、植物鱼油。现在普瑞堂推出更多优惠，就在原有的每购满500美元赠送1根原参的基础上，每1盒原参还额外赠送1颗原参。好，欢迎大家购买这个产品我已经把购买链接放在留言区置顶，还有聊天室里边也放出来了，大家可以点击购买。那么现在呢，就讲一下加拿大的选举问题。那么我想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关注了这个结果。2025年的4月28号，加拿大的保守党的领袖应该是保守党领袖伯利治，他在大选中落败。那么加拿大的自由党，现在我给大家展示的画面呢，是加拿大的自由党的领袖，而且是新任领袖，叫做马克卡尼，他赢得了大选。这是加拿大的第45届联邦选举，但是呢，他赢的并不多，是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保守党，组成了少数政府，继续这个自由党的掌权这是2015年以来自由党连续第4次赢得大选，而且自2019年以来第3次组成少数政府，所以说赢的也是比较勉强。2015年那次选举也很有意思，为什么保守党输了？当时呢，保守党的党魁就是哈珀嘛，他很无奈。他对媒体的发问呢，他就当时给了一个理由，就说什么呢？加拿大人呢是对于保守党的执政有点腻了就是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了，他们想换换口味。他认为呢，原因就是这样，所以2015年保守党输的很奇葩因为就是大家觉得 OK 腻了，民主选举嘛，那应该换一换。他当时很多人就换了自由党，保守党的党魁当时哈珀给的理由。但现在呢，局面完全不一样了，加拿大的政治环境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边变得异常的复杂起来。那么自由党呢，在多个关键选区是守住了阵地。特别呢，在大西洋省份还有大多伦多地区表现的比较强。那保守党就是这个在加拿大的伯利治领导的这个保守党，在草原省份，比如说阿尔伯塔，还有这个萨克奇万等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不意外，因为那些草原省份就是比较保守的。可是呢，在安大略省还有魁北克省，保守党没能撼动自由党的优势，最终呢是输掉了大选跟在这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加拿大东部的势力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自由党来说呢，这次胜利呢是一场比较意外的胜利。本来在2个月之前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党它基本上是必输的状态，可是为什么在最近2个多月突然出现逆转？我们知道前几个月的民调呢，就普遍的显示，这个保守党的领袖伯利治呢，可能要顺利取得大选的胜利，而且呢是这个大家对他的声望呢也都比较高。特别呢，在选民对这个前总理特鲁多感到非常失望之后，保守党这边呢就是胜算比较大。
那特鲁多呢，在今年1月突然辞职，其实也不是突然了，大家都是对他是早就希望他下台了。那特鲁多内外也是都不得好啊，所以呢，在1月份就最终他赖不动了，就得下台了，就辞职。可是呢，随后呢，川普就启动了贸易战啊，屡次挑衅性的，在加拿大人看来是挑衅性的，暗示加拿大要被纳为美国的第51州。这彻底改变了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氛围，成为左右本次大选的重要变数。多家媒体都是这个认知啊，都是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呢是美国川普他对加拿大的种种言论，导致最近这2个月呢，加拿大的民意走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呢，他们认为川普呢对加拿大的现在的选举结果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是在很多媒体里面呢都提出这样的想法。当然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呢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在4月28号晚的胜选之夜，卡尼呢就说要感谢所有的加拿大人的支持，强调呢要跟加拿大人一起同渡难关。他说呢，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讲什么语言，他们都尽力的为你服务，建设最好的加拿大。这是卡尼自由党的领袖所说的。他说呢，加拿大人雄心勃勃，在这艰难时刻要面临挑战。加拿大人呢慷慨富有同情心，要彼此关怀。那根据大纪元的报道，那么卡尼呢继续讲，他们将再次让加拿大繁荣富强。他们需要远大的目标，要多建房屋跟省和地区政府合作，争取在加拿大的国庆日之前实现零关税。加拿大国庆是不是7月14号啊？是7月份是不是？那么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呢，他当然了是这个失败了，他发表的是败选演讲。他说呢，祝贺卡尼的胜利，同时呢强调保守党也有表现亮眼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刚才给大家找到这个是伯利治哈。他说保守党已经创下了加拿大1988年以来最高的得票率。他说呢，保守党成功阻止了自由党跟新民主党联手组建政府。那新民主党是谁呀？新民主党就是那个包头巾那个新伊斯兰教的那个人领导的新民主党哈。他说成功阻止了自由党跟这个党派的联手他们想组建联合政府。那未来呢，说保守党会继续的监督执政党，捍卫中产阶级的梦想。他强调改变不易，但值得坚持。现在呢，并没有打算要辞去党领袖的职务。那选举期间大家呢，就是加拿大人呢，对于几个问题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是经济衰退，第二个呢是高房价。加拿大的房价，特别是几个大城市，简直是高出天际哈。那第三个就是气候变化的政策，那第四个就是美加关系，而第四个现在呢被一些媒体认为已经是超越其他几个议题，成为现在本次大选的最终决定性的议题。那么特别呢，在川普政府反复的宣布要对加拿大的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之后，那么对于美加关系更加吸引加拿大选民的注意整场竞选呢，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谁能更好的捍卫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一个选择题。那伯利治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呢，就非常少提到川普他是加拿大的保守党的党魁嘛，他在竞选期间就没怎么太提川普，当然也不会像自由党那么去骂，可是呢，他一样也会说一些话，可是不会像保守党那样机械。那么伯利治呢，主要聚焦的是加拿大的国内问题。他说呢，加拿大人呢生活成本太高了，住房的这个价格太高，所以呢要提高加拿大人的住房的负担能力，并且呢降低加拿大境内的犯罪。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加拿大选举的前一天吧，还是当天呢，就是温哥华出现了一个汽车冲撞人群的恶性案例，这在加拿大是非常极其罕见的，非常非常少见的，是一个非常恶性的案例。这次给这次加拿大的大选呢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伯利治呢就强调要降低犯罪，而且呢他针对自由党在这些问题上过往的一些政绩呢做了批评哈。可是呢卡尼呢他的所讲的东西跟伯利治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卡尼呢在选举后期不是聚焦国内问题，更多的是强调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他认为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竞选策略里面，他们是想把美国的对加拿大的这个问题逐渐的放大，然后呢乘着美国的东风胜选。
现在看来呢，他的选举策略呢可能是奏效了哈。卡尼宣布啊，跟美国过去的关系已经结束啊，非常的激烈，他的表达，而且呢，这个卡尼计划在选举之后立即开始就新的经济跟安全关系进行谈判。那跟川普关系密切的一个加拿大商人叫做凯文奥利里啊，叫 O'Leary 哈，他呢以前也竞选过保守党的领袖，他承认卡尼现在的竞选策略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策略，因为呢这个跟川普关系密切的这个加拿大商人 O'Leary 他说，现在加拿大人呢对美国非常沮丧，卡尼呢就利用了这一点，那么他就获得了优势。在投票结束前呢，这个加拿大的商人呢还告诉 BBC 说，他能够分散加拿大人对其错误的注意力。对谁的错误的注意力呢？对于自由党错误的注意力。说你们不要看这里，要看南部的边境，我可以拯救你啊！就完全打的川普牌，卡尼就打川普牌啊，就赢了。这在这个加拿大商人 O'Leary 的眼里呢，就这么赢的。那卡尼呢，他是央行体系出身的，曾经呢是担任加拿大央行跟英国央行的行长。那这段经历呢，让他在竞选期间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绩。面对全球的经济不确定性，还有跟美国的紧张关系，卡尼呢是以稳健成熟的领导者的形象去打这个选票战，强调自己有能力带领加拿大度过动荡时期，多次在演说中说川普试图瓦解我们。我给大家换一个照片啊，这个是卡尼。他说呢，川普试图瓦解我们，让美国得以掌控我们，但那永远不会发生。那这个强硬表态呢，让很多心思单纯的加拿大人啊，就是有这个共鸣。我就感觉很多加拿大朋友真的是善良的美好啊，单纯的有点让人觉得想说有点幼稚啊，就是到底谁是真正的问题？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那川普是真正的最大的问题吗？加拿大的最大问题是川普吗？可是呢，这个卡尼他就靠打川普牌，就真的赢得了很多加拿大人的共鸣啊，这很有意思哈。说卡尼呢是这个本来呢他是缺乏民选职位的经验的，而且呢法语能力也不怎么样，得到6分。可是呢他在一些法语的辩论会上，在接受媒体进行法语采访的时候，表现还比较不错啊。虽然那个法语比较跛足，可是呢说的还行，就化解了部分的疑虑。那个人呢，他在这个渥太华的这个叫做尼皮恩选区也赢得了选民支持。之前啊首次当选了国会议员，就说呢他自己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呢卡尼的竞选过程呢也是有争议的，比如就在刚刚上个礼拜，他被指控没能完整的说明啊跟选民去交代跟川普通话的细节。当时呢川普在通话里面提到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么卡尼最后呢表示川普他提到了会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你看啊，一边是川普在电话里边提到了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卡尼自己讲川普尊重加拿大的主权，那这一点不就矛盾了吗？所以选民们啊，就对卡尼的这个说法就是持怀疑态度，说到底你在电话里边怎么跟川普讲的？所以这个呢，成为他引起争议的一点。可是呢，很多加拿大人呢依然被卡尼的一些问题啊所这个迷惑。比如说呢，我看到啊，在网上有一位叫应该是西行小宝吧，一个 X 网友，他在选举之前就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讲得很细致。他说呢，很多人呢被卡尼的取消碳税的说法迷惑了，以为他跟小土豆啊，跟这个特鲁多不一样。他认为啊，这正是卡尼的狡猾和阴险之处。为什么呢？他说呢，加拿大的左派媒体，加拿大媒体基本都是左派的啊。他说呢，一如既往的断章取义，发表虚假信息。说呢，加拿大的媒体没有告诉大家真相，说卡尼只是取消了消费者的碳税，没有取消企业的碳税。那企业最终呢会把这个碳税转移给消费者，所以他们购买的产品呢会涨价。那更为糟糕的是呢，会造成很多企业倒闭，增加失业率，对加拿大这个经济的打击呢是非常致命的，比直接取消消费者的碳税啊造成更可怕的后果。那么
我们看到啊，那个细星小宝啊，这位 X 网友就继续讲说呢，碳税是一项已经在特鲁多执政时期就通过的法律。那这个法案的第166条就指示发布当局的枢密令啊，才能修改碳税。但是呢，枢密令是由总督签署的，不是总理。还有目前的国会关闭，就算国会开放啊，占多数席位的自由党不会让取消这项法律的提案通过。那卡尼呢，从未提及要立即恢复国会，所以呢，消费者的碳税也有可能只是被暂停，没有这个永久性的立法取消。而且呢，这位 X 网友认为啊，卡尼是极端的气候主义者，也是推行全球主义的骨干。他一生都在推广碳税，怎么会突然承诺取消它呢？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呢，他在欺骗选民，变相的去收税。那这个卡尼呢，还承诺他的政府将焕然一新，与众不同。那么可是呢，仍然任命特鲁多政府的那些极左的这些官员呢为内阁部长。那卡尼的23个内阁里边有20个人都是特鲁多的原版人马。就之前呢，竞选之后会不会变化，这个还不一定啊。现在他所讲的是选举之前的状况，23个内阁里边20个是特鲁多的原班人马。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卡尼的承诺呢并不值钱。而且他提到特鲁多的前司法部长 David Lamity 啊，这位司法部长任期留下了一些问题，很严重啊，包括暴力犯罪上升 50%， 枪支犯罪上升 116%， 还有汽车盗窃、敲诈勒索、入室盗窃的案件激增。那加拿大这9年呢，已经饱受极左自由党的迫害，卡尼只是换汤不换药，将继续和加深在加拿大执行全球主义的政策啊。这是这位 X 网友的分享。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自媒体人，他在多伦多就公子沈啊，他自己一直关注加拿大选举，所以经常会给出一些对于加拿大选举的评论。那么他在最新的自己的推文里面就讲说呢，自由党逆势翻盘，取得了加拿大的大选的胜利。外部因素是川普的神助攻把保守党的领先优势给打没了。执政党利用了反川反美的民族主义，团结了加拿大选民。唯一庆幸的是，大部分华人选区支持了保守党，就很多在加拿大的华裔他投了保守党的票，把至少2个亲共的候选人，一个是说中国跟加拿大志同道合的马万里给干掉了，还有一个是公开演唱歌曲《我的中国心》的袁之勉也给干掉了，说这个是大快人心的事儿。也就是说呢，这次加拿大选举有让人失望的地方，也有让人觉得积极的地方都有。另外呢，还有一位 X 网友叫 Michelle 他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失去了他过去20年来的连任选区，就说伯利治不仅是失败了整个的这个大选，而且呢在自己的选区他也没能连任，被打败了。他说呢，就这位网友 Michelle 就说呢，对选举的大选结果不意外，但是呢对伯利治失去自己的选区有点意外。在他看来呢，伯利治是在哈珀之后保守党最好的党魁，却落了这个下场。他觉得不得不说，他被加拿大人的认知给惊讶到了。他说呢，很多加拿大人呢怪罪川普的言论造成了加拿大的大选结果，让这个保守党失利，让自由党上台。那其实他认为呢，事实呢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说这口锅他说事实虽然是这样，但是这口锅加拿大最后选上了这种选举结果造成这样选举结果的这个锅能甩到川普身上吗？他认为不是。他说对外国总统不满意，所以干掉了本国的干实事的能够振兴经济的政党。他说这是对的吗？他说呢，这是在告诉我，因为邻居家的孩子的哭让你心烦，所以掐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没法接受的。所以说这是 24K 的纯脑残的一种行为，这是这位网友说的他说呢，最后他感叹了一句，他讲好吧，加拿大一路走好，共产主义的美丽新世界在前面等着。他发了一个图片，这图片呢很有意思，是一个墓碑，他说 Canada 是1867年7月1号成立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墓碑的最后写着4月29号2025年，这个可能它是一个讽刺的写法
当然了，这样的画面呢，我看在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网友在分享，认为加拿大要完蛋啊，认为呢加拿大现在选出了这个自由党的党魁，以后呢加拿大可能会向更左的方向，跑步迈进。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没有结论，因为现在加拿大一来呢，我对加拿大的政治呢没有那么了解；二来呢，我觉得两党啊，它是怎么讲啊？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看有一位网友，就有一位我的朋友，其实啊，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但慢慢的也成为了朋友。他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通过自己的观察呢，他发现西方的政治啊，往往呢都是两党制嘛，或者是几个党这个一起竞争，但是呢会有两个党是比较突出的，一左一右嘛。他会认为这样的局面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太极啊，阴阳鱼儿。那阴里边有阳，阳里边也有阴，所以呢好坏相依，祸福相依。所以这个阴阳鱼的图片很有意思哈，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对吧？一半是阴，一半是阳嘛。但是它那个眼呢，那个太极眼，它的这个阳里边是阴的太极眼，这个阴里边呢它是阳的太极眼。所以说呢，它各自都有，相互相生。因此呢，你说自由党真的赢了加拿大的选举，它真的就是加拿大的彻底的灾难吗？它毕竟不是共产党哈，所以呢，看看之后是不是会有其他的这个对加拿大带来其他的利好，这个是未知哈，我们看一下。但我就想啊，我说这话呢，并不是说 OK 这个加拿大的选举结果怎么样，我只想说，大家不要失去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自暴自弃啊，还是一切都有希望啊，不要因此呢就丧气啊，应该呢充满希望啊，继续前行。OK， 那么加拿大的选举呢，我想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今天直播呢我们也到这里，OK， 那我们散会啊，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啊，拜拜。